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我的这一株紫马丁的蝴蝶兰，它的母本呢是 50% 的毛舌兰加上 50% 的荧光蝴蝶兰，然后这一株呢又是加上另外 50% 的荧光蝴蝶兰，所以总共加起来呢，它其实有 75%有 Violacea 荧光蝴蝶兰在它的亲本里面所以呢，它的这个颜色、香味其实都跟 Violacea 很类似。它的多花性呢是来自于毛舌兰，那它的序花呢，其实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亲本来的，因为它的2个亲本都有序花性。那你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影片是它的上个开花周期。那因为它的花梗比较长了，所以你看到我背景后面虽然有用一个支架，但是我是又用了一个铁丝把它们架起来，绑在一起。那通常呢，我会让它这一株兰花的花梗大概留个2个开花周期，然后一麻它可能会就是自己变黄淘汰。那再来的话，如果已经2个周期开花结束，我也会选择把它剪掉。原因是因为它的花梗呢，越长越长的情况，其实它到后面也会越来越细，开的花呢也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标准。所以我一贯的做法，因为这株养了好几年了，我发现我的这个比较喜欢对它的操作就是每2年最多一定要把它的花梗剪掉，让它重新长比较健壮的花梗出来。那这边是当时它的一个盆子里面根系还有介质的一个状况。刚开的花呢，其实蛮深紫色，应该说淡紫色，很接近蓝色，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过去，它的花朵呢会有点小褪色，会有比较深的这个紫色变为淡紫色，但是它唇的部分呢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的唇的深色一直保持到几乎最后面才会开始变淡。那这边看到的呢，也是它另外一个周期里面的一个小周期的继续的序花。开的时间很长有时候这株兰花前后可以到7-8个月的时间都在开花。当然它不是像其他蝴蝶兰一样每一次就是所有的花苞整串全部打开，因为它的序花性的特性它有时候就是一次给你开个几朵，然后停一段时间，然后又给你长一些再开，长一些再开。所以这株兰花它其实比较是细水长流型的。那喜欢玩序花性的朋友其实这株兰花我觉得如果你好好养的话，你会很有成就感，因为它1年里面真的有很多时候这花梗保持绿色，时不时就给你来个1-2朵花几朵花。那我这边是换了一个较深色的背景给你们看一下当时的一个状况。有时候白背景不是很能够容易的看到它的一些细节。那我是用内外杯交叠，那内杯呢杯底是有洞的，那这些在侧边的孔洞主要还是以就是让它通风良好为主。但是呢，因为我是内外杯交叠所以后来我比较后面做的杯子在侧边就没有再去打洞了，因为内外杯交叠，所以它就算旁边有孔洞，其实对它的通风也不会有帮助。好，那它里面的这个介质呢是无机介质，所以它的根系其实长还算不错，这是我比较不用太去注意到说会不会烂根的部分。因为无机介质的话，其实颗粒的跟颗粒中间是蛮有空隙的，所以只要我控水，就不用太去担心说介质会不会太湿而导致烂根。好，那过了这些周期之后，我决定把所有的花梗剪掉之后呢的第3个月，
它就又开始重新长花梗了。因为前一个周期开花真的很久，但是我在很冷的时候我把花梗剪掉之后呢，我这边重新又变暖和，所以它的那个花梗的长势啊，就新花梗长出来其实蛮快的，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边呢，新长出来的花梗啊，它就粗很多了。好，那因为花梗越长会越细，因为老实说，就是营养如果没有跟上的话，的确会这样子。好，那越长到后面，花朵会越来越小，就不是那么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呢？像我前面讲的，这株兰花基本上最多2年，我就会把它的根系全部剪掉，然后让这株植株真的是把所有的营养都放在长根长叶上面，然后等到下一个周期，它的能量、它的精神、精力，所有都集中好之后呢，才会一次再长一个比较粗壮的花梗来继续开花。除了1/4倍的水量之外呢，这个水也是已经调好25%浓度肥料的水。那每一个月的月底呢，我会用清水来做浸泡。那因为我另外一杯胶碟，所以很方便的就是每次要做浸泡的时候，我就是用我要使用的水把它倒满，倒到就是介质几乎95%，甚至就是到介质那个高点，然后让它泡个半小时、1小时，我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回来把这一株兰花内外杯拿起来，从内杯拿起来之后，让它水从底部的洞口排水孔把水沥干之后，我就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呢，我就又可以1个礼拜不用去管它，基本上1个礼拜就会达到干湿循环。那这边呢，就是给你看一下当时它前面几朵花打开的样子。它呢在强光照射下面啊，也是会有一点亮片的感觉就是还是会发亮，就是有一点点亮亮的。然后它的这个花本身的颜色其实就是一款英文叫做 violet， 所以其实应该说是靛色紫色这样子的颜色，是蛮漂亮的。但是它花年纪越大，它就会开始变淡。那接下来的几张照片呢，就是这株兰花在这一个周期它的后续啊，就是花梗尾端长花苞，然后持续开花的几张照片记录。那这株兰花因为花梗比较长，所以我有时候是把它放在柜子的上端，让它自然下垂。然后呢，在过了9个月之后啊，它还在继续长花梗，当然不是说一直长所以它长度没有变得太长，但是这边呢，其实你看到我最后面啊，还是得用东西把它架高，因为真的时间停留的太久，它续花续太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烦恼。因为太长的花梗呢，怕占到太多的空间，所以只有把它直立式的架高，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高的书柜上面呢，让它自然下垂，所以还是蛮有观赏的价值只是说在这个开花周期结束啊，我还是一样会对它把花梗就是剪掉的动作。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